继续一看就会，一学就废的咖啡机大保养。今天来保养一台老顾客的火箭29，试机时发现蒸汽拨杆卡不住，会回弹。热水正常，冲煮头拨杆失灵，内部打火，电线烧了。试机时是通过屏幕操控的。拆机前先将锅炉内的蒸汽排空，以防烫伤。咖啡机的外壳在检查机器的时候拆掉了。这台机器的机主是我们的一位老顾客，机身的改装之前就是在我们这改的。这一套改装方案是机身改为白色，侧板、背板、冲煮头和蒸汽拨杆改为了黑胡桃木材质。这一套改装的侧板很特别哦，可以在视频的末尾看到。这台机器在检查的时候，外在表面就是视频开头那样，而内部检测时发现有很多的漏水痕迹。萃取锅炉加热体的连接部位泄漏，水垢沿着锅炉表面流淌。真空阀轻微泄漏，蒸汽压力可以升压到1.5bar，但是会有一点漏气的声音，这是因为内部胶圈老化导致的密封不严。上水管道多处都有水垢的痕迹，尤其是自动上水的部位。萃取泄压的管道也严重老化，全是咖啡渣，保养时会进行更换。此外，还使用内窥镜对蒸汽锅炉内部进行了观察，加热体表面裹了一层的水垢，稍后拆下来会看得更明显。顾客的这台机器是在工作室内使用的，使用频率和出杯量趋于商用和家用之间，所以保养频率也在两者之间。家用咖啡机推荐12到18个月做一次大保养，而商用咖啡机1年至少需要进行一次保养。咖啡机需要保养的地方不仅是锅炉内和管道的水垢，还有咖啡机内部的胶圈。胶圈的老化速度相比于金属管道要快很多，很多胶圈都是起到密封作用的，而老化的胶圈会发硬变形，甚至直接开裂，因此需要定期的进行更换才行。很多的泄漏问题都是因为胶圈老化的问题，这台机器内部的胶圈就是老化严重，尤其是蒸汽和泄压管道部位，已经影响咖啡机正常使用了。火箭29是一款高端机型，基本配置是齿轮泵搭配双锅炉以及饱和式的冲煮头。这台咖啡机无论是出杯品质还是可玩性，都能满足大部分挑剔的咖啡玩家。相较于之前分享给大家的机器，火箭29最大的特点就是齿轮泵了。齿轮泵使用的是直流电机，因此可以通过改变电压的大小来改变其转速，从而实现真正的无级变压。这也是为什么说火箭29的可玩性高，通过无级变压可以模仿各种压力曲线。如果想给你的咖啡机也换上一个齿轮泵，可以直接滴滴我们。震动泵、旋转泵和齿轮泵是咖啡机上最常见的3种泵，各有优缺点。我们之前有出过介绍这几种泵的视频，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。言归正传，我们来继续保养。这台机器是自动下水，通过下水管排出废水，但是下方的排水口略小，因此也是需要定期清理的。这4根管道是排废水废气的管道，连接在接水盒的上面，其中萃取的泄压管道全是咖啡渣，稍后需要更换一根。取下蒸汽棒后，开始拆卸萃取锅炉。首先是过热保护开关，萃取锅炉的过热保护一般是130度的，上面是萃取的温感探针。这是萃取电磁阀，控制萃取管道的通断。内部胶圈已经严重老化，粘到了锅炉上。取出加热体，萃取的加热体表面水垢不多，但氧化较为明显。打开冲煮头的盖子，内部是萃取的管道，表面因为氧化已经严重发黑了。火箭29的饱和式冲煮头是可以打开的，打开后内部的管道以及限流阀等零件都是黑乎乎的。再卸掉排水阀，表面有泄漏的痕迹。然后就是蒸汽锅炉，首先拆掉后面的框架，拆掉上方的几个零件，从右到左是真空阀、水位探针、蒸汽管道以及热水管道，然后是过热保护、温感探针、压力表接口以及水垢最明显的蒸汽锅炉加热体。这是咖啡机的流量计，可以实现定量萃取，多见于一些商用和电控的咖啡机，是比较容易积攒水垢的一个零件。这是之前拆卸的泄压管道，胶圈老化甚至断裂，导致轻微漏水，所以看起来很脏。蒸汽锅炉的加热体表面水垢结了一层，锅炉内部也有很多水垢残留。冲煮头内部的咖啡渣特别多，胶圈也严重老化。分水网和分水盘的中间全是油状的咖啡渍。这些管道和零件都进行清洗和保养，并将咖啡机的框架内部清理干净，然后开始进行组装。
首先是泄压管道，清洗干净并将胶圈全部更换一遍，将管道重新安装上，并更换一根萃取泄压的管道，然后重新装回到咖啡机上。将上水的管道部位重新组装，并安装到咖啡机上，注意安装的角度是固定的。下面的这个管道是控制自动上水的电磁阀，拆卸时有泄漏的痕迹。将其他管道按顺序重新组装上，部分老化软管进行了更换。然后组装萃取锅炉，其上的胶圈全部进行了一次更换。萃取锅炉的状况相较于蒸汽锅炉要好上很多，水垢较少，但是内部的管道氧化较为明显，内部的限流阀和萃取管道等部位很狭窄，如果老化严重或水垢较多，很容易影响到咖啡机的出水量，进而影响出杯的品质。加热体的连接部位在拆卸时发现有明显的泄漏痕迹，安装时要确保密封严实。加热体的电线部位保护套老化严重，直接更换上新的保护套。再将温感探针和过热保护重新组装上。然后是冲煮头部位，冲煮密封胶圈进行了更换，分水盘和分水网上的咖啡渍使用专业的清洁药剂进行清洗。冲煮头和锅炉连接部位的密封胶圈也进行了更换，老化严重的胶圈很容易造成泄漏，将上下两部分固定住，重新装上萃取的管道，拆卸时表面氧化发黑，然后盖上密封盖，胶圈同样换为新的。重新组装上排水管道和萃取电磁阀，将萃取锅炉安装到咖啡机上，注意不要压到管线。这个是蒸汽压力表，管道在蒸汽锅炉下方，所以需要先安装。安装显示屏时，注意不要划伤屏幕。这个是萃取压力表，连接在上水管道上。接下来组装蒸汽锅炉，将蒸汽管道、热水口、水位探针和真空阀等重新进行组装。真空阀经过保养已恢复正常。然后是锅炉上的其他零件，温感探针、压力表接口、加热体等。加热体经过保养已经焕然一新，电线的保护套同样也进行了更换。锅炉的下方是排水管道，然后装上框架就可以组装到咖啡机上了。将蒸汽锅炉的过热保护重新组装，老化的保护套都进行了更换。咖啡机上的主要部位都已经安装上，然后将其他的管道以及零件进行组装。一边组装一边和大家说说为什么咖啡机需要保养。首先就是因为长期的不保养咖啡机，很容易造成咖啡机的故障。咖啡机是一个很精密的设备，其内部包含多个关键部件，如泵、加热体、密封圈等。如果长期未进行保养，这些部件可能会因为水垢累积或老化而产生故障。例如，水垢的堆积会导致加热器效率降低，甚至损坏，而密封圈老化则可能导致机器漏水。通过定期保养，可以及时清除水垢，更换胶圈，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。与高昂的维修费用相比，定期保养所需的时间和成本要低很多很多。许多顾客都是在机器发生故障后才意识到保养的重要性，但此时可能已经需要更换昂贵的零部件，甚至整机维修。通过定期保养，可以及时发现潜在问题，防患于未然。而且长期的不清洗保养，累积的水垢和咖啡渍还容易影响咖啡的出杯品质，甚至可能对健康造成威胁。日常的清洗和定期的深度保养，对于咖啡机来说是一个很健康的使用习惯，不仅能大大延长咖啡机的使用寿命，也可以很有效地改善使用体验。好了，咖啡机的内部安装完毕，接下来组装咖啡机的外壳。这台火箭 R9 之前在我们这进行了改装，两个侧板位置较为特别，除了黑胡桃木的材质，顾客还定制了发光 logo， 开机后自动亮起。将顶板以及水箱位置安装好后，就可以试机了。保养完毕，看看效果。